有没有不小心讲了一个谎，然后被他戳破，然后他抓狂？有，我看他的手机，然后我看到他跟前女友联络，被抓包了。你干嘛跟你前女友联络啊？没有，那真的不是我主动联络的，是。但是你可以不要理他。对不对？对，我可以不要理他，或者礼貌性的回复他一些为什么礼貌性的回复他？而且他还 follow 他的 Instagram。我说为什么 ？Oh my god！ 为什么？我说不需要封锁啊，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没有这个人，你不封锁他也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鬼，你封锁了他，你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联系到这个人。我是跟他这样讲，我是说，就是如果你的重点是你内心。情侣之间总是互相帮忙，但时不时就会出现另一半老是捅娄子的情况是什么？七言情况，所以另一半呢就要老是帮他擦屁股、收拾善后。也简单来说就是，情侣之间总是有一个人特别白目，然后觉得说我这样有怎么样吗？然后结果另外一半又要去帮他收拾这个场面。那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生活里面，你比较是捅娄子的，还是擦屁股的？哇，还是半斤八两的？我觉得都有哎，都有是不是？我们夫妻俩很多彩多姿哎。什么？一开场就让观众抓不着头绪。就是我想捅娄子啦，但是他也没有要客气，没有要擦，也没有要客气的意思啊。对，他也蛮爱捅的。啊？捅娄子，对，没有，他是倒霉体质，是，就他根本也没怎样，他只是去跟兄弟喝酒，然后被拍到，然后就报道说他是怎么样爱玩呐，什么什么，然后所有华人都觉得我老公是一个爱玩的人，不顾家的人，这个就是。他也没有捅啊，但是是媒体就硬给他下了这个人设，帮捅了，别人捅的啦，他被捅，他被，所以我觉得他很倒霉，因为他根本在家就是好老公到爆炸，好先生，我都希望你赶快出去玩好不好？我想要一个人看剧，喝 tequila， 好细哦，然后加热水，因为有的时候中午他就会说 ，baby。你中午想吃什么？可是我中午通常都不吃饭，然后他就说要不要来吃生鱼片还是什么的，我就说 OK， 我可以吃几片生鱼片，然后中午我就吃，我就觉得很烦，因为这不是我的 schedule， 然后因为我接下来还要上舞蹈课，更不想吃东西，然后我就一直摆臭脸，然后他就觉得我不对劲，他说，所以你平常那个要运动之前你是不喝酒的吗？我说喝啊。但是我现在如果喝清酒的话，你难道不会多说废话吗？他说我不会啊，然后我就说那很好，我立刻照了那个清酒，然后回来，然后就在喝，可是其实根本也喝不太下去，硬逞强。我只是觉得说你就是我不想要被人家管，我想要一个人 free， 赌一口气的感觉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2对恋人呢，他们来各自分享，到底哪一方是捅娄子，哪一方是擦屁股的呢？可是就我所知，他们当时2对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结婚。对，还没有，对，不是还没恩爱到掐呸这个，掐脖子吐口水。在我印象中，我都还停留在他们有多么的恩爱，现在已经开始要抱怨了，也才多久啊？甚至外面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小婴儿。我跟你讲，加拿大他们的小孩真的是混血儿，对，可爱到像是百货公司的示范婴儿因为我真的太可爱了，喜欢单眼皮的啦。很可爱，我们你们是单眼皮的吗？我没带来，下次超单的吗？就是绝对不会印在奶粉。它叫单眼皮吧，它像吧，它内双很内的那种。没有，我要婴儿看起来很可怜。然后眼皮下垂的那种，对，眼皮非常单，然后绝对不会有广告厂商说把它印在我们那个奶粉盒上。哇，你讲成这样，那我还是不要笑。祖雄，你们的小朋友是我们可以看的吗？可以啊。对，你们之前不是很相爱吗？相爱啊。对啊，所以有他。No， 之前你们还是2个人在一起，就是玩各种招式。然后一直炫耀说你们可以怎么样？我是在这个节目说第一次说我要娶她的。
对，真的是对，没错。对，因为那时候他每一天晚上睡觉前，他都问我，哎，你什么时候要娶我？然后我都没有回答他，是在节目上面我第一次讲说我要娶她。所以为什么他私下问你，你不回答他？因为我觉得，不想娶我就跟他讲说，我不可以跟你讲一个日期，这样就没有惊喜。是，我不可以跟你讲，我下个月的几号要娶你，那到时候求婚就没有不好玩了。对啊，一定是说好，我准备好了，我就会跟你求婚了。可是那时候你就已经认定她是你老婆了。对，就观察，到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了，可以。所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是你们最恩爱的那个顶端吗？对，应该是。所以现在已经走下坡，有一点动摇。而且加纳，我觉得你完全变了。哎，我也觉得，我觉得加纳突然就是会这样子呢。你以前明明是一个疯婆子，我现在是妈妈，怎么会变这么多啊？我不知道，我的心情现在还是不太稳定，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你以前来上节目，我都每次录完我都会说，哇，加纳真的是一个 crazy girl，but I like。可是你现在就是变一个正常的外国人哎。正常的外国人？什么啊？这也不姐妹会是不是？正常的妈妈。可是祖雄，你喜欢他这样的改变吗？我有一直要把他拉出来，我觉得他想太多，他现在会想他以前是完全不会想，对他以前就很他干嘛就干嘛，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他现在会比较开始三思而后行，我都很怕他好像变包袱了。你是怕你的行为会影响到你的小孩，还是说你觉得妈妈应该就是要这样？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个性本来是互补，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像我，他越来越像我比较谨慎的个性，对，他比较负面，所以他一直会跟我说不好的东西，我就会想很多。就是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先讲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比方说我们上节目，我讲了东西，他说哦，以后不要这样讲，这样不好。我就说哦，我这样做了，不要这样讲，我就不敢讲。可是以前的话，你不会 care 吗？我不会。你觉得讲了就讲了？对啊，我就觉得随便。而且有一次，他在我朋友面前开玩笑，开了很过分的玩笑，我就跟他讲说，这种玩笑最好以后不要开。什么叫过分的玩笑？有一次我朋友那个他，因为他是 gay， 然后在马来西亚的 gay 会比较压抑，而且很多马来西亚的 gay 还是会结婚生小孩哦，就是为了要跟家人交代。对，然后有一次我们过年要去朋友家拜年，我就先跟他讲了说，哎，这个朋友是 gay， 等下你就是不要乱讲话这样。然后结果他一进去，那个 gay 就带了一个女朋友哦，说，哎，这是我女朋友。他就直接忍不住哦，他就说：“哎，祖雄跟我说你是 gay， 为什么你有女朋友？”这样，而且我跟你说，不行啊！那是过年哦，不行啊！他的家人全部都在，他的阿公阿嬷全部都在哦。而且你知道他们都不讲话，我还继续没办法闭嘴，我说这个是假的，是不是假的？好精彩哦！所以最后怎么办？全场就是尴尬，然后最后那个加纳就说：“哦，他是不是那个幌子？”然后假的，对啦，假的啦，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他也没讲说这是 gay 啊，他就这是去 gay 道歉，然后骂我一整个晚上。我现在讲说这种最好。所以整顿饭的 Amy， 他们家人都觉得他是 gay。我觉得家人应该是知道的，只是你从小看他，只是没有当面去拆穿他。他们的父母就是很保守，不想要面对这一切。就是就算知道，也不会在这种场合这样去讲。OK， 刚刚这个故事就是标准的。老婆很白目，捅娄子，擦屁股。我跟你讲，先由我们的2位班底帮大家打个基底。你们的另一半是捅娄子还是帮你们擦屁股呢？我觉得是捅娄子，因为我男友也是双子座的。然后什么叫也是双子？因为 S 姐是双子座啊。就双子座的人喝酒讲求一个开心，对他们没有在喝一点点的，他们喝就是喝得很开心，然后就每一次都是喝得太开心，就是每次都要把他就是抓回来都抓不回来。像有一次去，你干嘛抓他回来？因为他会有点疯狂，就是哪一种？就像去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办公空间开幕，但是当然我们就从下午就开始，就是开幕活动就开始喝，他就喝得很开心，他是完全没有在停止的那种，就一直喝到最后呢，就是大家越来越多人来了嘛，然后派后来的时候也看到我男友就是已经就有一点非常有感觉了，然后双子座喝多了就会开启一个真心模式，对，掏心掏肺，对不对？对，就是来就是哦，大家都是非常好，把自己最深的秘密都讲出来。然后那天他看到派也是，他看到派就直接说：“嘿，你是派翠克吗？我超喜欢你，你那个很好笑。”他也把我拖到他的小工作间，让2个人独聊吗？独聊。我说我不认识你，其实说还是被妈谁呢？而且你是
年也帮我你是清醒的，我那时候还很喜，因为我就去祝贺一下他的那个工作室开幕，很久了，因为清醒的人对完全对的人是很痛苦哎。他说没关系，你来，然后就拉我进他们的那个小工作间，然后就好像里面都没人，可是他那个玻璃是全透明，会发亮，然后拉我进来，然后就这样，你还要喝什么？我然后一直这样，然后我说我帮你倒，他直接是拿一瓶红酒直接这样，直接这样拉，然后他说，我说坐着聊，他就这样，好啊，他已经不稳了，然后那是有轮子的椅子，他没聊，然后胖一个那个玻璃，然后他们说怎么了？玻璃，对啊，就里面七不知道在干嘛，就好像放哦，对，他在干嘛？对，所以就他每次很可爱的吗？是很 cute，但是每次都会替他就是很紧张，所以每一次他都说我是那个，因为他叫刁子杰，他说我是内湖的邓子杰，因为他只要一喝多我就这样，然后就知道说 OK。他说他怎么知道他自己喝多，就是我开始瞪他的时候，他还感受到你的那个瞪意，是不是？当我这样开始瞪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说 OK， 我现在不能再喝多了，因为他可能就开始会摇晃。竟然有人比你还 crazy 哦！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我第一次叫别人说不要喝了，所以他是比较爱捅娄子的。对那这你一定是你老公啊。对，他在家都会出事，在家有好在家捅的，常常出事。就是有一次我们换一个那个时钟的电池，然后他就说他要上去换，我就好给你换。他上去哦，踩个50公分的凳子，结果整个摔下来，摔下来之后那个手臂就受伤，举不起来。我进厕所帮他洗澡，洗了1个礼拜。要不然就是叫个那个外送小火锅，然后那个外送小火锅可以整个翻到身上，2度灼伤。哇，这个太夸张了吧！那是烧到哪边肚子啊？他是已经把它倒到碗里面，还是说他直接拿？他是就倒到袋子，然后整个失手就翻到身上，然后他翻到身上他就愣住了。我说你现在赶快起来去冲水才对，他就愣在原地。他还冲个热水，然后在那边。好温暖哦。沐浴乳这样。其实这些皮肉伤的事情都还好，更严重的是我老公他肠胃不好又酒精过敏，他是连麻油鸡、什么四神汤、酒酿汤也都不能吃的哦。结果他有一次半夜他吃我的花雕鸡泡面，然后又吃剉冰，花雕鸡泡面，那也不行。对，然后当天晚上他就是到半夜他就开始上吐下泻，然后吐到我整个洗手台整个全部淹住了，我半夜在那边通水管。哎呦，爱吐洗手台的爱好者之一。我跟你讲，有没有吐？有没有吐？自从你们节目签完那个以后，合同我超期待他喝酒的。他后面还有了2次酒局哦，没有吐洗手台了。哇，好可惜哦。等下再来检查。然后嘞，然后吐到一半呢，他说他要去泡澡，好帮他放好热水，他们泡一半他睡着了，那很危险哎，丢掉了。厕所把他叫起来说你不能睡在这边，睡在这会出事。我从那个浴缸把他拉出来，把他拖到床上，然后那一天我几乎没有睡觉，就是我每隔15到20分钟我会确认他有没有呼吸。因为当下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肠胃不舒服还是酒精过敏，就这样熬到天亮。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就有很大的阴影。只要他睡觉没有打呼声，我就会还活着吗？你这样可以离婚哦。我已经开始就不是才刚登记吗？登记了，已经。对啊，不是才刚登记完没多久。真理，你应该不是喜欢当老婆，你是喜欢当看护。因为你现在看灯修一修会摔断手，然后倒火锅会倒到身上，然后吃那个，然后什么对，而且你老公不是很年轻吗？对啊，因为当初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妈还跟我说，你嫁一个年纪比你轻的比较好，老了你就不用照顾他那么辛苦。他照顾你？没有，现在我就在照顾他了。所以您讲真，你现在后悔1到10分几分？大概8分。就是身体。可是你上次来才说你很幸福，我们已经过了，你没有看到我回来录影了吗？就是对，你消失好久。只要你现在礼拜都有我，真理，你凭良心讲，你有没有觉得早知道应该听姐的话？有没有太逞强了？就其实，可是我也觉得说，我趁人生要赶快享受结婚这一段旅程。反正也可以离啊。对啊，也是可以离。该不会就是你？喂，在讲什么啦？是等下录完影吧。都有机会解决的啦，磨合嘛。好，那接下来夫妻档了。对，我们看一下各自的板子好不好？我们应该都是算是彼此的闯祸记，但他最常犯的就是他很常会忘记带医师袍，
或者他很常会弄丢东西。因为像有时候他可能要一些录影啊，或者是他会有一些访问是在他诊所的，然后他就会到了那边以后就打给我说，哎，你帮我送东西过来。我说送什么？他说他也是，他就说你帮我把医师袍送过来。我说哈，可是医师袍不是随时放在诊所里吗？没有，他有那种工作的医师袍，跟你要录影拍照的医师袍是不一样。平常穿的有时候会见到一些血渍啊什么，所以是比较脏的。所以接受采访的话，采访的话我有一套，然后剪裁也比较合身，会比较 fit， 而且布料也比较厚，比较好看的，看起来更专业、高级的，他就会叫我送那一套过去，所以我可能就变成我常常要叫那种快递什么的，然后送过去，然后他也会很常弄丢东西，弄丢最夸张的东西是什么？最夸张的其实跟这个可以搭在一起，他在家里超常弄丢东西的。然后，因为我最近我才生完嘛，我宝宝才快3个月而已。然后我们家里有请个月嫂，然后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他就是在家里，我们从月中回到家以后，才没几天，月嫂那时候还在家。然后有一天我们就在吃饭，吃到一半他就当着月嫂的面，因为我们3个一起吃，他就说：“哎，我那条项链又不见了。”就是因为他之前丢过一条，很常忘东忘西，所以他丢过一条。月嫂听见会觉得，对，是在怀疑我。没错，因为他那时候就说他的项链又不见了，然后我就说怎么会不见？你放在哪里？他就说他不知道啊，他记得前几天还有带啊，然后今天要找的时候就不见了。我说那还是掉在月中，他说他也不知道掉在哪里。但是那一条项链呢，其实是他第1条已经弄丢了，他现在弄丢的是第2条，而且是一模一样的，长得一模一样的项链。然后我就讲说啊，随便啦，反正你每次都不好好保管，丢了就算啦。我说那你口袋有没有找？他说找了。我说那床头你有没有找？他说找了。我说你就是每次都随便乱放，难怪会不见这样。然后他就说好，那他去上班了。然后走了以后呢，我就继续吃东西。然后月嫂姐姐就跟我说，啊，他的项链长什么样子啊？然后我就心想说啊，完蛋，他会不会以为我们是故意，我老公是故意讲给他听的？好尴尬哦。对，然后他就说项链是什么样子，我就说哦，就是一条金色项链，然后是一个 C 的字母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那个很贵嘛，我就说不会啦，还好啦。我说你不要管他，因为他很常这样掉东西。然后吃一吃，安静了一下，那姐姐又说。那要不要我把你们的那个床头都掀开来找一下？然后我就说，对，他就很想要把那走心了，他走心了。他说要不要把那个床头掀开来找一下什么的？我就说不用。过了一下子，他还说，哎，我有上网查那个项链很贵耶。他说要帮你们找出来啦。然后我就认真的跟他说，姐姐真的不用，因为他掉东西就是他活该，他已经掉第2条了。后面晚上他回来，我就跟他讲说，哎，你不应该在月嫂姐姐面前说你掉东西，因为他听了他超级皮皮剉的，就是他可能觉得你在怀疑他，没错，所以我就说他很常好险，最后隔了几天哦，找到了吗？他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而且就是在这一条的裤子口袋，裤子的口袋。那你不是说你裤子口袋已经找过了吗？所以他就是都乱放啊，然后后面我就跟姐姐讲说他找到了，然后姐姐才说哦，那找到了就最好。我就说你不能这样掉东掉西啊，搞得人家人心惶惶的，想说你是不是而且他还白目到没有觉得说在月嫂面前讲这件事情，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他只想说跟我分享，但他忘记还有月嫂姐姐在旁边，非常会不会那一条是月嫂去买，然后放在你头？没有啦，但我就觉得他自己很常掉东掉西，就反而会造成大家困扰。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啊。还有就是家里是他的宝箱，他的藏衣鞋又藏巨款，他很可怕哦。他很常会在家里藏钱。有一天呢，他也是出门上班，要打给我，他跟我一接起来，他说：“我现在跟你讲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现在就去房间。”我说：“好，走去房间。”他说：“你看衣柜上面是不是有个行李箱？”我说：“对，行李箱怎么了？”他说：“你现在就把行李箱叫拉拉木送过来。”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送行李箱？你要去哪里？”他说：“你把它拿下来，你先确认好密码。”因为那里面全部都是钱，哇，藏了一箱子的钱，里面大概有多少钱？
我后面打开来看，有50-60万吗？没有，应该有100万，一定超过了， 200多了。 200多，因为是行李箱啊。自己小的小的行李箱、登机箱。然后你要立刻把它送去哪里？诊所吗？对，送去诊所。为什么？他就说，因为那是他最近他要开新的诊所，所以他们有那个装潢费的货款，都放在那个里面。要给设计师的钱。对，然后就变成我就要拿着那一箱，我就说那可是现在我要怎么送？我要自己送的那一箱去诊所嘛，因为毕竟是1箱的钱。对，但是我家里200多万。对，但我家里还有一个婴儿要顾，因为那一天姐姐是休假的，所以我是1打1。我说我还有婴儿要顾，我没有办法出去呀。他就说那你就直接叫快递送过来。叫快递送？什么？我说你这个风险超大。骑摩托车那种吗？对。然后他后面就说好，那不然他就叫 Uber。然后我后面就想说好。他就叫了一台计程车，后面计程车来的时候，我就跟他，因为也有把那个密码锁锁住嘛，但我还是很闯，我就跟那个司机讲说，这个要送去一间牙医诊所的，所以我人不会上车，但是这个里面是医疗器材，所以你只能正着放哦，你不要把它放倒哦。我想说我这样讲，他会不会就确定说，哦，那应该是器材，不然为什么只能正着放？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就送过去了。后面我还传讯息，马上跟他说已经上车了，收到了，告诉我。等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他都没回我。我中间整个超紧张的，想说到底有没有送到那个这么多钱的行李箱。后面他才回我说，哦，已经拿到啦。然后他还帮客人植了个牙呢。然后我想说，那你然后钱的数量都对吗？好险都对，好险都对，但是就是很，这也太危险了吧。害怕。你为什么不在家里买一个保险箱啊？对啊，最近有想要买啦。保险箱很好用哎。我觉得今天你都讲他就好了啦，第3个也很精彩哎。第3个哦，我跟你讲，我需要你们节目的约束力，因为他的习惯就是在上班前，他就会去上一下。对，然后我们的马桶呢，就是他都会而且正常人哦，你真的要，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马桶是可以吃卫生纸，对，可以啊，可以啊。对，但是你的卫生纸你应该是用1张2张擦完丢了，那是不是1张2张的量这样？可以融化。对，没有问题的。他不是，他超喜欢3、4张擦一擦，哎呦，一次3、4张擦一，对，而且他的喜欢是一下他不折，他就是这样。好浪费哦！我最讨厌这种人了。要折吧？你不会真的抽出来，你要去把它折成正方形，然后擦，然后再把它再折一折，然后再擦。哎，你抽4、5张不折，你很容易弄到手指哦。这样哎。那么小就折了又折了，可以，最后这样还可以擦，会沾到，对折再对折。对，它那种乱，你知道，站，然后这样一口，马上指头就出来了。好精致，我是不知道他有时候就是用我这种擦法。你们会折吧？我会折，但是我还没有试过那个，我下次试一下。你会折吧？你不会折。你要是我儿子，我一定揍死。哇，你会杀了他。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折的越折越小的时候，你不是它面积变小，你在擦的时候不是更容易会摸到自己？你自己，它越来越厚。知道你自己的孔在哪吧？难道不能控制你的手指吗？但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就是这样啊，抠。牙医应该手指很精准的吧？有时候你连他是牙医耶，他是牙医耶，帮人家那个补那个。对不起，我错了。狡辩，而且你然后抽3、4张也不折，你就是直接这样很率性的这样对，擦。擦完然后丢进去。对，他就是擦完就丢马桶，而且重点是几次，垃圾桶就在前面。他就会这样擦完丢下去，然后可能没干净哦，再抽个2、3张，再擦完再丢下去，至少要3次。如果上大号的话，所以里面是不是满满的卫生纸？然后他就会直接连着他大出来的东西按，然后就冲下去以后，他就会发现水就越来越大。来了。他这时候就会出来跟我讲说，哎，那个马桶你弄一下，我赶着去上班了，他就走了。然后我就要进去开始拿那个马桶的那个，就开始拨这样子，就把它通。我已经通了很多次，起码从跟他交往到现在10次有吧。然后有一次我也是崩溃了，他有一次也是跟我讲说，哎，你去通一下，我要上班了 ，Go， 然后就走了。我就进去里面，我就看那个马桶，这一次的水是满到最边界，而且全部都是渣渣。那一天他可能肚子状况不是这么好，所以全部是渣渣咖啡黄的就飘在那边。对，然后碎这样子的那个水，然后我就非常小心的这样子。噗一下，
应该会有一些喷出来了，喷出来了，喷在你脸上吗？没有，不是脸上，喷在我的脚上那个渣渣，就站在这边，我就超生气，我当下就哭了，我就边哭边通这样子，然后后面我就打电话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丢卫生纸？你到底为什么要丢卫生纸？你是不是都是在恶整我？我觉得他是，因为我告诉你，我为了他哦，我还特别分家里有2种卫生纸。薄的卫生纸是专门放在厕所里，为了预防他手实在受不了要丢到马桶里，你最起码丢的是薄的，我冲得了。不然我们家另一种卫生纸就是那种 Costco 3层的，他以前都是丢3层的那一种。这个事情真的一定要改，你不能再丢。堂堂正正一个帅哥、帅医生，怎么会有这种恶习啊？对，我改。你让他再冲一次马桶试试看，来签约。有笔。不要签约了，好，这次就5000就好了。对，5000不能再那个，不要再丢马桶，不要再塞马桶了，好吗？可以吗？好，卡宝。那我签在最后。他没想到每次来都要签约，你要说我赵国祥，大便会对折卫生纸。每次都要来写一次合约。上完大号，卫生纸抽1张，先折叠再擦屁股。这么长，好长的合约哦。不能丢马桶。如果再犯，今天现场录摄影棚的每一个人，给他们5000块。耶1万块。吐洗手台是1万。对，洗手台1万。塞马桶塞住就5000。对，我们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加入你们。有份。他现在一进到那个厕所就会想说，哦那边1万，哦这边5000，不行。这样子。好，签名。几月几号写一下？每次都来写合约。 2024 7月4号。 7月4号。好，好，这个给大家看一下，你念一下好不好？念给大家听。念吗？好。我赵国祥上完大号，先折再擦屁股，丢垃圾桶，不能丢马桶。如果再犯，现场录影的人1人5000元。这就是真男人，敢做敢当。我真的很希望你下次上厕所的时候是虚丢，哎，对，你忘记了。然后你就要立刻跟我们讲。我马上拍照录影存证。可以换我控诉他了吧？你不行，好惨。应该是加纳控诉的比较多吧？对啊。你们觉得你们谁是闯祸精啊？我们昨天在蕊讲闯祸精的时候，对，好像都是他的故事。哎，那你先讲好了。我先讲好了啊，因为刚才那个除了那个之外，还有一个，但是他讲话很直。有一次我们去马来西亚有一个旅游局是推广台湾的旅游，就是我们在台湾拍了一个节目，回去马来西亚要推广台湾的旅游，然后那个是一个旅游展，那个活动就请我出去，然后我就带他一起去。然后那个我们要进去的时候，就有很大的赞助商写长荣航空哦，全部都是长荣航空赞助的。然后我们一进去，他就说：“哎，这是我们这边驻地的长荣航空的总经理。”然后他就第一句话就问我们说：“哦，你们这次回来应该也是搭长荣吧？”然后加纳就说：“没有，我们搭华航。”他就是经常讲这样的话，然后我还来不及反应，你知道吗？他的话就已经出去了。我还说，我觉得华航比较好，我比较，我还继续讲，然后他很尴尬，因为他们是赞助，我就说，哎，他有没有给我们飞机票？为什么我要说长荣？他们应该是有这个赞助费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工作人员帮我们买的是华航，我也不知道，我还在思考整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讲出去了，而且还讲了很多华航的优点。天哪！所以你老婆都是因为就是直肠子，对，什么话都讲，对，他就连我家人也得罪，连我朋友也得罪。你家人？我家人，我哥哥，就是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我大概2年多没有机会回家，然后后来刚开始解封的时候，就带他一起回去，然后他就要很热心，想要买礼物送我家人，他就说，哎，我要买衣服送你哥哥好不好？我说好啊，他就问我要买什么 size， 我说你买最大的就对了，因为我知道我哥哥在疫情的期间都没有出门嘛，他在家吃很多，应该是身材走样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就买最大号的就对了。我买了 XXL 最大的。对，结果见到我哥哥的时候，他就送给他，然后我哥哥一比，哎，好像还是太小，衣服太小，总之他就是走样的比较严重，衣服还是太小。
然后他就是一副好像不想要拿这件衣服的感觉。对。然后加纳看到他就不开心了，他就说：“你拿去，这是你的减肥的目标。”这样。哇塞！然后有些人是想要听这种话的。对。然后我肥干你屁事。然后我哥哥就整个脸黑掉，你知道吗？整个黑掉，真的不讲话，然后大概很尴尬一阵子，然后就开始就转别的话题，转，就聊别的事情。然后我哥哥又开始跟我聊起另外一个话题，讲说他想要找新的生意来做，他不想要做原来的生意，因为我们疫情很多传统事业受影响。我就跟他讲说，哦，这边有一些健身的资源，如果你想要开健身房，可能我们可以一起合作什么。然后我哥哥就又脸突然黑掉哦，哇，他就讲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这样在歧视我？因为他就把2件事情连起来，你知道吗？就是老婆已经送他一件太小的衣服，然后你又说要不要来开健身房，就是好像夫妻俩一直觉得他很棒。我也没有意识到我讲这句话是对他是伤害，但是他就直接把2件事情连起来。他最后是哭着跑走吗？最后，但到现在跟我们不讲话。到现在，我们结婚生小孩，他都一句恭喜都没有。对啊，这么严重。我是在想，他是原来他就不太 care 这件事情，还是说因为那时候我们讲了这些话，所以他走心的？等等，他住在哪里？他住在马来西亚。哎，可是连朋友也可以惹毛吗？朋友不是？朋友，因为他很不喜欢想打你，他很不喜欢那种讲话不讲真话的人。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老烟枪，他就一天抽2包烟哦，算很多吧，一天抽2包。然后他的妈妈，因为我认识我朋友的妈妈，他妈妈也私底下跟我讲，你要劝他不要抽那么多烟。所以他每次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开始抽烟，我就开始要讲他，我就开始讲说，你不要抽那么多烟啦，我们是好朋友，要一起健康的，以后要玩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就讲说，他去健康检查，医生说他的肺像新的一样，完全没有像没有抽过烟的肺。然后加纳就直接吐他了，他就讲怎么可能？我抽半年，我的肺已经有什么？对啊，我说屁了，我抽了半年我就不舒服，医生说我快死了，你怎么抽20年没事？哦，他很生气，然后他超生气。当天晚上他讲什么，加纳就一直吐他。他就快爆炸，你知道？他就讲说，他就冒出一句话说：“如果你不是主持人女朋友，我会打你哦。”这样。哇！现在他们都不联络，完全又不联络了。加纳，你毁了多少事啊？不联络。因为我就想不要讲这个乱七八糟的话，什么抽烟20年，我就听不下去，你知道？我不。可是关你什么事呢？他只要是他觉得你跟他讲话不诚恳，他就不喜欢你了。加纳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你在台湾现在有没有交到真的知心好友？没有。你没有朋友哦？对，他没有。对，应该说他的每一个好朋友，要不然就是会大吵一架之后不联络，或者说是台湾人吗？也有他家乡的朋友，也有台湾朋友，但台湾朋友比较不会吵架啦。台湾朋友比较会婉转的包容，就转掉了，但他的家乡的朋友都会大吵一架，然后可能一段时间就不联络了这样。如果现在你心情不好，你有朋友可以打电话诉苦吗？我有妹妹，我可以跟妹妹讲。所以跟妹妹你不会吵架吧？会，我会骂她，但是她不敢跟我说什么，她怕我，她就 OK。她说小时候还跟妹妹吵架哦，她都是直接把妹妹的衣服脱光，然后把她丢出去关门。我跟你们说，外面-25度，哇，零下15度，零下25。对啊，我就是给她一个教育，所以现在，所以我现在说，我们的小孩运气很好，这边没有零下25度。不然你要讲人家，但是台湾有高温，大概48度、45，有人热死哦。体感温度哦。我不会虐待小孩，热到这里，只有我的妹妹。还有那个那什么黑那个什么马路，柏油，那超烫的。因为赤脚走，我看他每次骂他妹妹都没有什么回嘴。他会哭，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们差几岁？2岁。所以他做什么事你要骂他？我不知道，就看他就不爽。因为他呀，说我的妈妈都是爱他不爱我，所以我到现在就骂他。对。对啊，你妈妈爱他
不爱你，讲那个就是因为你跟你妈讲了很多很可恶的话。对啊，你讲那个窗帘的事情。我的妹妹小时候她拿剪刀，然后去切我们的窗帘。窗帘。对，窗帘。然后妈妈回来说谁切的？她说我，妈妈就打我。哦，我爆炸了，我到现在还打她。我说你记得那个时候，过了23年。他天蝎座吗23，过23年，过23年你还在气这件事？对，因为我们有做过，不要骗人。对。嘉大是正义魔人了，只能跟他讲真话，不能讲假话。他是天蝎座吗？我是天平，他是天秤座很接近。所以主持人讲真的，你现在这段婚姻现在多久了？快一年了。你有感受到压力越来越重？就是他很在意公平，跟不能骗他。你做错事情你就直说，他就 OK。但是你不能。你有没有不小心讲了一个谎，然后被他戳破，然后他抓狂？有，我看他的手机。疫情的时候，他就跟我住在一起，然后我看到他跟前女友联络，被抓包了。到现在就没有吗？他跟你说没有，是不是？他没有跟我说，但是我自己看到，我就会问他，他说没有，很久没有联络。他还叫他去喝茶，我说你喜欢你喝茶吗？他脸僵掉。你干嘛跟你前女友联络啊？就是他会 text 他，但是他会回答，还给他笑的那个 emoji， 我都看到。emoji。没有，那真的不是我主动联络的，是。但是你可以不要理他。对不对？对，我可以不要理他，或者礼貌性的回复他一些。为什么礼貌性的回复他？而且他还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我说为什么 ？Oh my god！ 为什么？没有这个事情我没有讨论过。你为什么要 follow 他？他说，对，你为什么没有那封锁他？封锁的。我说不需要封锁啊，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没有这个人，你不封锁他也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鬼，你封锁了他，你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联系到这个人。我是跟他这样讲，我是说，就是如果你的重点是你内心。你就是不应该跟他有任何的联系。封锁只是一个形式上有去封锁他。现在已经封锁了。对，后来我还是妥协封锁了。这1年里面有没有觉得说，哇，看到哪个女生觉得她好漂亮哦？没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最漂亮的。我可以看一下。哎，可以哦。这可以接受哦。我觉得是真的，是真的。2位都已经当妈妈了嘛？没错。然后 Apple， 你说现在是生完3个月，对，快3个月，生完快3个月。你觉得当了妈妈之后，我觉得她的改变是你看她整个形象端庄许多。对，那你有觉得你当了妈妈之后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吗？饮食啊。我是觉得当了妈妈就是你要继续维持。与其说改变，还不如说要维持，其实很困难，因为你要跟生产之前，你要继续维持你的状态，那个比较困难。然后尤其是你当妈妈怀孕的时候，我现在讲的都没有在骗人哦，都是真的。小孩喝母奶，对，尤其是你当妈妈以后，还有包括我现在还有在哺乳，有在亲喂，我也有哺乳哦，超爱喝的，最爱喝。所以你吃东西其实要特别小心，因为像有一些成分或是有一些食材是妈妈就是你在怀孕跟你哺乳的时候是不能吃的。然后但是因为我要维持你的状态，所以包括我在怀孕，然后现在哺乳期间，我的营养品我还是要继续吃啊。对，所以在我怀孕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怎么办？那我想要吃好的营养品，但是像我之前有在吃胶原蛋白。但有些胶原蛋白是孕妇不能吃，但我老公就想说，为了帮助要维持我的样子，对状态，他就上网查了，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日本的那种，日本很多女生，包括孕妇或者是一些美魔女都生完了，然后她们状态还是很好，就是因为她们还是有在继续吃胶原蛋白，然后包括还要补充神经酰胺，这2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他就找了这个是孕妇也可以吃的胶原蛋白给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吃了到现在，我的状态都还是有维持，因为像我之前怀孕期间，我还是有在上通告，是，对，但是5个月以前肚子没那么大，对，但我状态也还是 OK， 我都不觉得你有生小孩，我也没有觉得一样啊，我也觉得，那我今天就有带这个法宝来，借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好美粉，它不只可以让我的外在继续维持，它也可以调理你的内在。然后重点是呢，像女生25岁以后胶原蛋白就会急速流失，所以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都有在补充胶原蛋白。是，但是胶原蛋白你补充的时候，你也要让它 hold 住，因为它是很容易流失的，所以你还要继续补充额外的玄米神经酰胺。那这个其实里面都有。对，所以我才觉得我可以一直维持到现在的这个好的状态。真的很赞呢。所以哺乳的时候也都可以吃，也都可以。哦，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化妆间见到 Apple， 它整个素颜的状态也都超好，皮肤很好。对，因为又白又透亮。谢谢，那你记得也要吃这个。对，是因为吃这个维持的吗？对啊，这个好美粉它超厉害，因为它有8个国家的9个专利，它拿到了非常多的专利，而且它里面有德国的胶原蛋白，那这胶原蛋白它分子就是很细很小，而且很好吸收，再加上刚刚有讲的，你吃了胶原蛋白，那你就要用神经酰胺去辅助它，所以它里面也有日本专利的玄米神经酰胺，那神经酰胺就可以让你变得光滑，不会粗糙，而且它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吸收。对，我现在看你膝盖整个好滑哦。对啊，真的哈。对啊，所以他没事都会这样子。他在家里就会很喜欢看电视看一看，或者是开车开一看，手就开始这样子。哎呦，摸你膝盖吗？他就会说滑滑。真可爱。真可爱。包括因为我这样出卖我妹好吗？因为像我妹她就是没有在吃这些。对他有一次，他就是摸他自己跟摸我的，他说为什么你的是这样滑滑？因为我光看就觉得他在发亮哎。谢谢。对啊。然后你老公真的很爱摸膝盖哦。他就是这样腿，摸你整个腿摸啊，或者是这样摸啊，这样子，就边看电视的时候。对，所以大家就电视有看完吗？结局是有暂停一下。有把它看完，然后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也很好。因为它像我平常可能急着忙忙出去，然后你会可以带2包在身上，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你可能吃了你一定要搭配水，但在外面你不见得手边一定有水。没错。然后它这个是吃起来味道很好吃，有水蜜桃的味道，对，而且甜甜的。而且我刚刚想说要加个水，结果没有，然后嘴巴就融化了，融掉了。哦。对，很细是不是？它很细致，它的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所以你放到嘴巴里其实就融化了。有时候你手边没有水，我甚至会直接吃它。哦，那很方便哎。就是甜甜的，吃起来真的是那种水蜜桃的甜甜味道。对，甜甜的，一下就融化了。光是闻起来那个味道就是也很香，对，很香。所以你就一天吃个1到2包。然后刚刚有讲它里面的玄米神经酰胺呢，因为它的纯度非常高，你要纯度很高，你才可以得到原厂的专利授权。因为一般人吃了胶原蛋白，你就会忘记补充神经酰胺，所以这2个它里面都有，一包搞定。对，一包搞定。然后重点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吃，小孩、老人、男生、女生，然后像有孕妇或者是你哺乳的，或者甚至是小孩，有的时候换季，如果小朋友会这里痒那里痒的话，因为它也可以调理你的，等于是全家大小都可以吃，都可以吃，而且味道又甜甜，所以小朋友也不会排斥。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的成分很单纯，所以它还有得到美国 FDA 的认证。哦，那就很安全。对，它的原料是很安全而且很纯粹的，也有得到世界品质评鉴大赏的银赏。哎呦，影响啊，厉害哎！对，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吃1包，我也会跟他说，那你也补充一下。所以我们2个都会一起吃这个。是，对，难怪你老公皮肤也很好。我们2个一起有研究一下这个产品，然后我自己也开始吃，就敏感的状况也有改善。真的吗？真的。真的不会换季的时候突然间出现红斑，之前都会很容易有红斑，然后现在就比较少。是可以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调整由内而外了。对，然后尤其是这个东西最近很红，因为你可能看电视也会看到，徐慧宁也有在吃哦。哎呦，所以推荐给大家。好，这是一个很棒的分享。那今天4位的要选出一位，就是真的是这答案也太明显了吧？对，这答案根本没有选啊。加纳，请你站出来好吗？除了你还有谁？他们有吃他的卫生纸。等于是加纳总是帮他要颁奖吧祖雄擦屁股吗？对，应该是他颁奖吧？不是吧？他要颁奖给老公。祖雄还是佛菩萨啦？对，因为你老婆太可怕了。对，是祖
熊帮加纳擦屁股，加纳你要帮祖雄把那个衣服换上，因为他救了你很多次。来，祖雄，请，你们可以在那边着装。还蛮适合你的，好像很适合。哎，祖雄，我帮你这样穿完又接到新的代言啊，真的啊，可以接到什么厂商可以考虑一下上？这个角色。对啊，超度的。阿弥陀佛。生命事业。哦，对对对。这个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那个殡葬业的可能会来啊。还有，哇！你制作单位会不会太讲究啊？这应该是外面，这应该是里面先那个。这个是假香是外面吗？哦，好。就意思就好，刚刚。对啊，加沙披上去差不多了。这应该是这样子绑的吧？是斜的吧？差不多整套哎，斜的啦，真的是一整套的。你看，这样子好像很搭哦。其实你装哎，拼斜的。贴好。哎，这样好像情侣装哎。辛苦你了。谢谢祖雄。上栽。但是你愿意吧？愿意。你愿意我愿意做一辈子，不，我愿意照顾老婆一辈子。哎呦。OK， 恭喜嘉娜有这么好的老公，谢谢。记得5000块哈。一个5000，还有洗手台是1万哦。做到。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叮